为什么苏联10年能实现工业化，民国却连大炮都不能造？哎，别尬黑啊！民国大炮啊，还是能造几门的？造几门呢？就是字面意思，一个月能造几门？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啊，相当于扒民国黄金10年的底裤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民国的工业这么拉胯？因为民国政府的本质啊是买办。你清朝的时候，洋务运动就是再腐败、再封建，哎，人家造的汉阳造到抗战还能用，福州船政局还能搞出平远舰，江南制造总局造出来的305毫米大炮，甚至不输给进口的克虏伯巨炮。你民国政府能造出来啥？说个数据啊，1927年民国的钢产量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900吨，没有万啊，就吨。900吨是什么概念啊？就从汉朝以来，咱的钢产量就没这么低过。为什么能超过汉朝？那是因为汉朝还经常用青铜器呢，你非得和它比吗？这个数据来自于哪呢？来自于资源委员会季刊《抗战8年来我国之钢铁工业》。这个数据啊，有可能是假的，因为这是国民党自己记的数，说不定啊还说多了。从27年到34年，钢的总产量45000吨，45000吨什么概念？我跟你说，就是现在唐山一天的钢产量的1/10。所以你指着这种重工业水平，你让他造飞机、造大炮、造个锤子造，能造个锤子就算不错。抗战8年一共消耗了18亿发子弹，其中将近10亿发都是进口。你连最基本的子弹你都供应不上，你还打个啥呢？据不完全统计啊，1935年到1946年14年的时间，中正市造了不到60万支，汉阳造31万支，加起来枪都不到100万支。结果新中国成立2年，在1951年投产的锦华厂，当年就生产了3.3万支50式冲锋枪。冲锋枪方面，国民政府10年都没搞出来1万支，我们1年搞3万支。所以那时候苏联政府都觉得国民政府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奇葩了。苏联是觉得我们中国是很有产能潜力的，稍微动员一下啊，不说能打赢日本吧，至少能扛一扛吧。结果呢，咱们国民政府怎么就连我们的工业潜力的1/10都挖掘不出来呀？你要说民国底子差，弄不出来这些很正常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1922年的时候，奉天的军工厂就能生产 TNT 炸弹了。虽然后来东北沦陷了，那你南京政府倒是找个地儿把这个军工厂搞起来呀？哎，他不搞，非要说底子的话，那咱刚建国的时候底子薄不薄？1949年到1959年10年，中国有了自己的石油工业、钢铁工业等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体系。那为什么民国的工业就这么拉胯呢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民国的本质就是个买办政府。什么叫买办？买办其实就是代购，就相当于自己从国外买东西，哎，他倒腾一手，价翻1倍卖给国人了。那战争年代，飞机、大炮这样的武器，那不都得进口啊？那这得赚多少啊？那能让你自己搞吗？你自己搞起来，我赚谁的钱啊？当年宋美龄啊，就委托孔令伟去买飞机，孔令伟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，把10万美元一架的飞机压到了8万美元一架。那美国这边也不惯着你啊，马上把发动机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。但是孔二小姐在乎你马不马力的吗？根本不管。我在乎的就是我每一手能赚2万美元的差价。前线士兵连一盒午餐肉罐头都吃不起，你在后方一架飞机你赚2万。当时抗战时期对我们支撑比较大的军工厂是金陵兵工厂，哎，这都是李鸿章搞的，还有一个是阎锡山搞的太原兵工厂，这按理说都和国民政府没啥太大关系。后来这个太原兵工厂沦陷了，给日本人了。我多补充一句啊，现在这个金陵兵工厂也还在，只不过不搞枪炮了，搞汽车了。你现在看马路上跑的这个长安汽车，哎，就是这个兵工厂造的。另外像汉阳兵工厂、德州兵工厂啊，这些都是干倒闭了。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战争年代军工厂不说赚钱赚得盆满钵满吗？你怎么还能干倒闭呢？哎，就民国有这事儿。民国不发展重工业深层次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民国政府啊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，它底下还有很多军阀。国民政府靠什么控制军阀呀？就是靠一个字，税。你军阀再厉害再牛，你想买外国的货，你也得到港口进货吧？那我就控制江浙沪和两广的海关，靠关税支撑财务，借此压制你的军阀势力。所以我能让你发展民族工业吗？你不进口了，我怎么收税啊？你不收税，我怎么管你啊？所谓的黄金10年到1936年，帝国主义控制的煤产量达到2222万吨，占全国煤产量的55.7%，钢铁、生铁产量95%以上被日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，石油、电力等领域几乎被日美等国家垄断，工业产值只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%左右。要是民国这个成绩都能叫做民国黄金10年的话，那我愿意称新中国建国以后的10年是金刚狼手掌上的艾德曼合金的那种10年啊，不对，75年，就是被历史书上定义为天灾人祸引起的3年困难时期，59年到61年，这3年间中国大陆的死亡率也远低于所谓民国黄金10年的死亡率。那一年在上海来一个寒潮，冻死800个孩子啊！诗人臧克家写了一首诗，叫《生命的零度》，怎么写的？我给你念念啊，叫前日1天风雪，昨夜800桶石，800多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报纸的本市新闻上占了小小的一角篇幅，没有姓名，没有年龄，没有籍贯，连冻死的样子和地点也没有一句描写和说明。这样的社会新闻在人的眼睛下一晃就过去了，顶多赚得几声叹息。所以黄金10年到底是谁的黄金？是买办的黄金，是洋人的黄金，它不是老百姓的黄金。从27年到37年，我们还在打着中原大战；31年东北沦陷，35年华北事变，到底是怎么个算法能把这10年算成黄金的10年？
远看是黄金，走近一看，别是把屎看错了吧？